炼丹时，两个人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，一如平日。但是九九心底总是缠绕着四师姐的那些话。16个时辰的炼丹过程，数十次想开口，却都找不到合适的语境。一句问话而已，怎么这么难说出口？我该不会……怎么可能？咱是那种老牛吃嫩草的人吗？问出来就没事了。九九吸了一口气，抬手理了理自己耳旁的发梢，看着旁侧正专注承丹的李长寿，他用最大的力气说出了最弱的语气：我这次炼丹表现得怎么样？一如既往，十分不错。李长寿套在罩子中，笑着回了一句：师叔，你的仙力确实帮了大忙。毒丹轻轻颤了一下，李长寿立刻出手调运药力。九九眨了眨眼，音量继续调低。那长寿师侄，你觉得师叔我怎么样？正在承丹的关键时刻，全神掌控毒丹药性的李长寿，因为带着太多的防毒法器，而且九九的话语声实在是太低了，确实没怎么听清，只听到了失职和怎么样这两个词儿。但之前一直在讨论的话题似乎是……李长寿轻轻点头，头也不回地笑道：很强，也很稳定，更难得的是很纯粹，竟然没有任何杂质。话语顿了顿，李长寿眉头紧皱，盯着丹炉中那即将成丹的毒丹。若是我也能有就好了。九九的嘴巴微微张开，小脸泛起红晕，头埋得更深了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啊？怎么了？有什么不对吗？有什么不对？很强，更难得的是很纯粹，单纯到没有任何杂质。若是我也能有就好了。有谁？这么大你不到吗？九九那稍圆的俏脸瞬间涨红，这红晕还从脖颈直接蔓延而下，额头都沁出了一缕缕白烟。他向后退了半步，想说点什么，但是出口之后都是颤音，转身朝着远处疾奔，2步之后更是直接冲到空中，朝着破天峰的方向闷头疾飞。啊！李长寿被风声扰动，不解地扭头看了一眼。走了？今天的报酬酒都不拿？九九师叔的仙力确实是很稳、很强、很纯粹，要不然也不可能第一炉就走到成丹这一步，节省了自己准备的其他8份材料。要是我能有师叔这种醇厚的心力就好了。不过我也快要渡劫了。哎，师叔该不会是误会了什么吧？罢了，收心凝神，准备承担。这些小事后续解释一下就是了。渡仙门群峰间，坐着大葫芦疾飞的九九随手拽下自己腰上的酒葫芦，仰头一阵短，如同一根离弦之箭，直接撞在了破天峰的山腰林中。整个林子都被撞得轻轻一颤，鸟雀乱飞。林间树下，草丛落叶上，身着麻衣的小仙子躺在那儿，一双纤手遮着脸，好一阵呼吸急促。但很快她轻轻地舒了一口气，俏丽的脸蛋上带着少许的红晕，一只白嫩的手臂遮挡在额头，另一只手抬起，遮挡着树梢缝隙斑斓的阳光。很纯粹？呸，乱说什么，我真是。随手摸了一只宝囊出来，里面正是之前五师兄拿来的四师姐给他做的那些花花绿绿的仙裙。咱又在乱想什么？那是个失职。九九连忙将宝囊扔了出去，
但刚扔出去一会儿，又扭头看了过去。这是试一试吗？也不是不可以，不给别人看就是了。诶，对啊，莫名感觉好嫌弃啊，为什么？哇，好暴露啊！这不就是个1块布后面加了2块布吗？这穿出去无人眼呢。这个更夸张，最重要的位置都盖不住。四师姐就是穿这个给五师兄看的。不对，好像是要组合起来穿的。稀稀疏疏的，从清晨开始，九九在自己小楼中忙碌着，一直到中午时分，他总算是站在了自己屋门前，先手摁在门栓上，一时间却无法拉动。只是出去逛一圈。只是出去逛1圈。轻轻呼了一口气，九九慢慢拉开面前的木门，脚上穿着青蓝绣花小布靴，先迈了出去。刹那间，这片大阵笼罩之下的山林田园当即多了一抹色彩。几道目光闻声看来，就听咣当几声，正往丹房挑水的杂役弟子划了扁担，花圃中清理杂草的杂役弟子落了锄头，端着几瓶丹药的少女扔飞了手中的托盘。九九清了清嗓子，背起手向前走了半步，又下意识地昂首挺胸，目光淡定地扫过各处。几位男弟子赶紧低下头，不敢多看，却又偷偷地抬头看了几眼。有个刚来山上不久的少年，脸还莫名地红了。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穿什么不都一样，又没有伤风败俗，比平时穿短裙衫遮的还多一些。九九用舌尖舔了舔嘴唇，目光带着几分犹豫，但还是迅速下定决心，随手将差点忘记带出门的大葫芦招了过来，化作1丈长短。他本是要习惯性的跨坐上去，但想起自己现在的打扮，下身是浅粉色，不知什么质地但轻飘飘的长裙，跨坐好像很别扭。于是他收拢裙摆，2只玉足轻轻交错，侧坐在了大葫芦前部，御空而起。刚飞出破天峰，便见一位顶着2只黑眼圈的矮道人踩着白云，手中捧着一本书卷，慢慢悠悠地飘来。九九顿时停下葫芦，用仙力加持，故意咳嗽一声。在旁路过的九乌抬头看脸，对九九露出了礼貌的微笑，抱着书卷拱拱手，朝着破天峰的半山腰落去。九九愣了一下，随后翻了个白眼，坐着葫芦继续前飞。而已经落入大阵的九乌突然扭了一下头。刚才好像看到了小师妹。不对，小师妹几百年都是那几套衣服，怎么可能换这般打扮？眼花了眼花了。最近亏得有点多，还好师姐终于闭关了，总归能补补元气。叹了一口气，九乌继续研读手中捧着的那卷培元固气32法，迈步朝着自己的小楼而去。刚进屋，矮道人就嗅到了那一丝丝残留的仙子余香，禁不住打了个寒颤。身体反应，纯粹的身体反应。他对自己40前一往情深，情比金坚，绝对没有半点惧怕之心。不过九乌又想到了自己这段时间以来英勇的表现，顿时露出了会心的笑容。自从喝了李长寿师侄配的毒龙酒，腰杆虽然软了，但在师姐面前的自信却更多了，道侣之间的相处也更融洽了，修道问长生的生活也多了几分乐趣与色彩。就是上次被这个家伙捉弄了一次，心底总归是有点不爽。九乌沉吟一声，坐在书桌后陷入了思索。以彼之道还治于彼，
开发一点类似于这个酒的丹药，把他诱入困阵？这家伙说不定真的能够忍住不出窘态，那再让小九去帮忙加把火？哎呀，不行，这到底是给他送好处还是捉弄啊？万一小师妹不反抗，那不就亏本亏大发了？与这个家伙斗智斗勇，此时倒是被那誓言限制，少了许多路径，不过倒也更为有趣了。这小子，等着吧，贫道总归是能找到你的漏洞。真是，路上遇到的这几个人，怎么都用那种奇怪的眼神打量别人？这不怕被人打吗？飞到小琼峰上空时，九九嘴角一撇，禁不住嘀咕了一句。大葫芦缓缓落下，他先时扫过了小琼峰各处，发现李长寿正在为兰陵儿讲课，轻轻眨了一下眼。九九刻意地隐瞒起了自己的气息波动，想看看自己突然出现，这对师兄妹会有何反应，该不会被惊吓吧？九九秀眉一皱，略微有些无奈，偷偷地靠近草庐，远远就听到其内传来的清润嗓音中，气归中海，凝于元魂。这句话之中最难理解的其实是气归中海，这里的气并非是指你修出的法力，也并非清气浊气，而是指你自身所存的那一点先天精气。这是自母胎带来的宝物，对炼气时十分的重要。屋内，李长寿正坐在卷椅中，姿势十分的放松，小灵娥盘坐在蒲团上认真听讲。九九蹑手蹑脚的到了屋门外，一个转身，抬起手臂做虎爪状，高呼一声乌啦，就冲了进去。闭眼坐在那儿的小灵娥顿时禁不住笑出声了。李长寿则是有些无奈地放下了手中的经文，含笑看着突然变了身打扮的九九。哎呀，被师叔吓到了！小灵娥故作慌张地轻呼一声，但她刚扭头，小嘴又禁不住发出了一声赞叹。小师叔，你怎么突然穿长裙了？怎么了？不可以吗？九九偷偷地观察着李长寿的反应，在小灵娥的面前转了一圈，裙摆与秀发轻轻飘动，让房间内满是淡淡的香气。灵娥此时也在偷偷看自己师兄的反应，发现师兄正含笑点头时，心底稍微松了口气。师兄没被惊艳到就好。灵娥轻笑道。当然可以啊，师叔平时就很漂亮了，现在更是耀眼夺目了一些，弟子都不敢跟师叔您一起驾云了呢。九九对李长寿眨眨眼。小长寿，你觉得呢？很不错。李长寿点头称赞。当跟自己关系不错的女子，像是眼前这两位小师妹和小师叔，突然换了一身新裙子，多了一件新首饰，还一脸求夸奖的表情，身为一个有风度的男人，其实不该吝啬赞美之词。但是想到昨日可能出现了误会，李长寿又突然加了一句，就是突然看着可能会有些不太习惯。这样啊。九九低头看着自己精挑细选了半天的搭配，表情略微有些失落。一旁的兰陵娥心底叹了一声，师兄果然还是这样子。像师兄这种恨不得把所有因果都拒之于门外的性子，想靠近当真太难了，着实麻烦。灵娥很快就露出了淡淡的微笑，主动凑了过去，在九九耳旁小声问，师叔，你第一次穿这种打扮吗？对，我突然想改变一下穿衣风格，就是这般。这种打扮的时候化淡妆更合适呢。灵娥小声地在九九耳边说了几句，九九眼前一亮，拉着灵娥去了一旁的屏风后。李长寿见状略微摇头，捧起书简继续品读，听着一旁的细语声，心底略微思量着什么，表情并没有什么变化。不多时，
在林和接连不断的赞叹声之中，九九又从屏风后转了出来，得意洋洋地看着李长寿。怎么样？李长寿抬头看了眼，笑容更浓郁了一些。此时的小师叔像是换了一个人，巧施了粉黛，细描了眉角，微染了腮红，点润了朱唇，罗裙夹袄，凤尾盘云，比之前多了几分精致，更增了几分女子本有的柔媚。不错。李长寿竖起大拇指，在我见过的女子当中，美貌绝对排行前3。真的吗？九九眨眨眼，心底不知怎么，这2天缠绕在心间那种奇怪且微妙的感觉竟然悄然消散了，心境变得开心且轻松起来。自然是真的，师叔莫非对自己的魅力有所误解？师叔，你平时不打扮的时候，已经是门内不少男弟子倾慕的对象了。呸，哪有？九九翻了翻白眼，嘴角却是止不住的微微上扬。本师叔也不是很在意这些，毕竟修道长生才是正经事。不说这个了，你们还要讲课吗？哎呀，不讲课就一起斗大神呀！这个讲课毕竟是正事。师叔难得来一趟。灵娥顿时在后面抱住九九的胳膊。斗大神。李长寿禁不住一手扶额，1个月平均来个7、8次，怎么就难得了？九九果断附和。斗大神。行吧，难得你们兴致高涨，稍后我再找机会给灵娥补课。李长寿摇摇头，一旁的2个人已经欢呼庆祝，熟练地布置起矮桌软垫。入座时，九九感觉有些别扭，就借了隔壁李长寿的草屋，换回了自己最舒服的麻衣短衫加短裙的打扮，把绣花鞋剃成了柔软舒适的特制草鞋，化掉了脸上的浓妆。这草可不是普通的草，这可是酒屋精心培育的仙草，还是这样舒服得多呀。